大家好，我是刘荷花，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。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个 estate sale， 淘到了2大箱子的复古纸样，我终于把它们整理出来了。那今天给大家看一看这些纸样，我还照着其中的一个纸样做了一条秋天的小裙子。我剪头啦，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英剧 Called Midwife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它都已经出了好像10好几季了，然后我才开始看，我就特别喜欢里面那个 Jenny 她的整个的造型，就是它里面所有的造型都非常的好看，50年代的复古，所以我就想学一下他们的发型。然后让我妈把我这个头发剪短，大概到肩膀这样，把它卷起来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我最开始自学缝纫，就是希望能够给自己做复古款式的裙子，比如我之前根据复古纸样做的这条旗袍，尤其是上世纪40、50年代的时尚，是我的心头好。但是平时真的很难淘到这个年代的衣服，在网上买也不便宜，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很关注复古纸样。复古纸样是一个年代时尚的缩影，尤其是还是那个缝纫是女性必备技能的年代，纸样是研究那个年代流行趋势的很好的学习资料。所以当我看到这家 estate sale 有整2大箱的复古纸样的时候，就下决心一定要把它们买到手。然后那天我去了这个 estate sale， 是一间年久失修的房子，然后它曾经的房主是一个古董商人，房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古董，好像至少就是有30年都没有人动过。整个房子就是一个危房，墙皮剥落，然后地板感觉随时要塌。我在阁楼上发现了这2大箱纸样，上面就全都是灰和各种不明的渣渣。还好别的人都在看其他的东西，没人和我抢。我男朋友 Oliver 帮我搬了回来，然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整理过程。整个过程都是在我家阳台上整理的，这么脏的东西我真的不想把它们搬进家，全程都戴手套和口罩。我把这些纸样分成几大类。有男士的服装，小孩的服装，然后50年代和以前的纸样，还有60年代的纸样，然后最后是70年代和以后的纸样。这2箱纸样有几百个吧，我也没数，而且有一半都是70、80、90年代的。虽然里面也有一些好看的，但是并不是我买这么多纸样的目的。我的目的就是50年代和以前的纸样。这些纸样里面有很多都是像这种，就是它上面的图案被剪掉了，有可能是这个人想收集图案来做手账，或者是给小孩玩儿，还是挺可惜的。所以我想在网上查一下这些纸样它原来的样子。这个纸样它的牌子是 Simplicity Pattern， 然后它一个号码是3008 Simplicity Pattern 3008，然后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图案是什么样子了，这还挺好看的。你看它这个 pattern 在网上卖，这一个 pattern 就是27块5毛9，还卖的挺贵的。而且一般你找到这种纸样，它还会告诉你纸样的年代，1930年的。我要把这个图片保存下来，那我把它们打印出来，和纸样一起装到透明的包装袋中，方便以后查找。搜索这些纸样的时候，发现有的真的是贵得吓人。一个50年代保存完好的纸样可以卖到20到50刀，那我这里有100多个吧，顿时就觉得找到宝了，有没有？其实大部分我可能还是会自己留着收藏，然后有一些呢可能会挂在网上看看有没有人买，尤其是那些70年代和以后的，我自己是不会用的，那留着也是留着，不如挂在网上看看有没有人需要。不得不说，这2箱纸样真的给我很多惊喜。那最后我整理出来了这样2小箱的50年代及以前的纸样，
其中有连衣裙、有套装、外套、上衣、半裙、裤装，还有家居服和泳装。然后我放在这个可口可乐箱子里的这些是我最喜欢的。然后我挑几个跟大家单独说一下。首先就是这些30年代的纸样，这里面我不确定全都是30年代的，因为年代太久远了，在网上也查不着。但是看衣服的样式是这种比较飘逸柔软，体现女性柔美感的长裙，像是30年代的风格。然后是40年代，由于受到2战的影响，为节省布料，裙子变短，然后肩部增加了垫肩，风格剪裁受到军装的影响。50年代 Christian Dior 的 New Look 让时尚回归传统的女性审美，溜肩、收腰、大裙摆，突出沙漏型的曲线。除了几个常见的纸样生产商 McCall's、Simplicity、Butterick、Vogue， 我还发现了一个宝藏牌子叫 Anne Adams， 是通过报纸或杂志邮购的纸样，类似于今天的网购。那有些纸样还带着寄来的那个原始的信封。他们家的小裙子都太可爱了，我已经等不及想赶紧做几条了。另外我想说的就是套装，这里面有几套套装我真的太爱了。像这个经典的 Peplum 的设计特别的优雅，我以后肯定会做一套。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我喜欢的睡衣、小围裙什么的。看这套泳装太时髦了，拿到今天都是妥妥的时尚弄潮儿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用这些纸样做一件小裙子了。我想做一件天气转凉时穿的裙子，这件。这个纸样是 Vogue 在1955到56年出的。那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条棕色的裙子，然后它有一个带系蝴蝶结的这个假领，有一点文静的那种学院气质。我手里的这个纸样是全新的，就是从来没有人用过。那我查资料的时候学到了一个新词，叫 factory fold， 就是出厂折叠，从来没有人打开过的这个纸样。这样的纸样价值应该也更高。那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把它打开了，让它完成被生产出来的使命。和其他复古纸样一样，它也是印在这种薄如蝉翼的纸上，但它不同的是，这上面不是印刷的，而是打了一个个小洞洞，来指示哪里缝合，哪里是中线，哪里是腰省什么的，就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就是需要提前就是对照那个说明来学习一下每一个小洞洞的意思。这个纸样它里面的说明写的还挺清楚的，也很好懂，就是不像我上次做旗袍的时候的那个说明，我感觉就是读起来特别的费劲。这个的话，它写的都还比较通俗易懂，而且插图画的感觉也更简洁明了一些。Summer is gone, October twilight steals through my skylight and weaves its spell。那这个纸样是14号。对照它的尺寸表，我的尺寸应该是16号，那就需要把这个改大1号。这里我用的方法是把纸样分成3等分，然后把每一小份向外移动1/8英寸，这一片上就加上了1/4英寸，这样左前、左后、右前、右后4片，就一共加了1英寸。那这样我改好之后，腰围和胸围看尺寸都应该是合适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之后呢，腰围非常合适，但是上胸部这里大家之后会看到就是有点太宽了。
我选的布是一块羊毛混纺，那正好布店在打折，这个布它颜色非常的秋天，厚度刚好合适，垂顺度做成这条裙子再合适不过了。October twilight, I pray that you might remember to这次用的布料由于织布的方向，所以我尝试了另一种方法，就是用之字形的针法锁边，在离布料边缘大概1/8英寸处车一道之字线，然后把多余的边边剪掉，再把毛躁的地方修整好。那这样锁好的边就比较规整和结实了。接下来要做领子部分的贴边，那我用的是这种熨斗加热，然后粘在布料上的布衬。让领子更有型。Summer is gone, October twilight steals through my sky. 上衣缝合之后，要把座缝这里修剪一下，剪成这种阶梯状，然后还要在这里剪几个小缺口，那为的是翻过来之后更平整。把贴边打开。然后和座缝缝在同一边，这个步骤英文叫 understitching。那如果有朋友知道中文术语叫什么，可以给科普一下。经过这一步，贴边就乖乖地待在领子里面，而且也非常容易熨烫出平整的效果。这个袖子的设计我很喜欢。在手肘处做了2个绳，那即使完全没有弹性的布料，手肘也有一定的活动空间。做袖子的要点就是在把袖子缝到这个主体上的时候，袖子这个边要把它弄成那个波浪形，但是衣服的边是平的，为的是提供肩膀能够活动的空间。缝上之后，如果有这种鼓包的地方，就用开缝器把这个部位裁开。抚平，然后再重新缝上。这是上衣试穿的效果，除了领口肩膀有点宽以外，其他地方还是很合适的。接下来做下半身的裙子，前面2片，后面2片都缝合在一起。把拉链的地方留出来，然后把上半身和下半身连接起来，安装好拉链。最后一步就是给下摆收边儿，纸样上的下摆留了很多的余量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留这么多，所以我把多余的余量剪掉了，只做了一个窄窄的裙边。Summer is gone, October twilight steals through my skylight and weaves its spell. I live again in dreams of spring
when all was well. 这条裙子做好啦，它这个假领其实是用暗扣扣上去的，所以平时可以有2种穿法。我应该是会一直带假领穿，因为上衣的纸样改大以后，领子这里就有点宽，假领可以帮着固定一下。除了领宽之外，有几个小细节还需要改进。那比如我发现我的胸的位置总比纸样设计的胸部低一些，所以这个胸省和腰省就显得太高了。那上次做旗袍也是，下次再做一定会把胸部这里调低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。那这么多纸样当中，有没有你喜欢或者想看我做的呢？有的话就留言告诉我吧。然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一键3连。我是刘荷花，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。我们下期见。